醒了，小姐醒了！快快快！我操，这啥情况？小心裙摆，扶着点儿！新娘上轿喽！这是要去哪儿？哟，这就是丞相府嫁女儿的队伍，好大的阵仗！幸好是你，憋死我了！这啥鬼地方？难道这就是画本子里说的穿越？看这颜色，这卖相，不是什么好东西才怪。不是，这什么邪门玩意儿？哎我去，哪个丧良心的往厕所丢炸药？我好端端一条命啊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，连个说法都没有。不过我咋感觉我忘了些什么东西？好像是……算了，不想了。刚穿越就要结婚，老天爷，你还有没有天理呀？行吧，穿都穿了，先把眼前这一关过了再说，总不能比炸厕所还惨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来都来了，先拜了再说。夫妻对拜。娘子好生歇着。好安静，好紧张，第一次成亲。这身板，娘子，老天爷您太有天理了！这声音，这身板，怕不是个万里挑一的角色。我嫁了条狗，好帅！娘子方才受惊了。没有，那个不是，我是说，相公，这亲事我认了。娘子若是乏了，早些歇歇。我睡外层。相公，你紧张什么？无事。相公不必这么拘着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是。听说了吗？宗主又把那个蛇修分去守药炉了，也就配干这个。血脉不干净，也怪不得旁人瞧不上。离他远点吧，沾一身腥气。沾一身腥气，沾一身腥气。终于娶到你了。师尊做的丹药怎么这么苦？哎，师尊，我是不小心的。以后偷吃先问过我。师尊，这是答应我以后还能吃的意思吗？真难吃！哇，灵泉！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这是哪儿？苏婉婉，你这个色迷，居然就这么认下这个相公了？这是有人在做饭？
仅帅气，还会做饭，你就是我的相公。相公，你还会做饭？略懂一些。这也太好吃了。相公，铺床这种小事你也亲力亲为啊？我做的更放心。铺好了正好试试软不软。就是你昨天闯的祸，还有脸凑过来？从今天起，你就睡院子里，反省去。娘子这般处置，倒也不算冤枉的。那当然，谁让他昨天……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个。相公，你还有什么拿手菜？改天都做给我尝尝。想吃什么，只管说。今日这样的日子很好，但这般日子原不该是我能有的。不能吓着你，婉婉。怎么了？我这浑身跟散了架似的，腰酸的不行，腿也是。许是床板不太合适。说的也是，这床看着挺新，怎么睡着却跟压了块石头似的？相公，咱是不是该换个软和点的床？这样下去，我这腰迟早要废了。娘子说的是，我这就去找人换一张来。相公，你说这床是不是买的时候一次冲好了？摸着挺软，睡着却硬得跟块板砖似的。或许是。要不然就是我最近没睡好，翻来覆去压着自己了。哎，反正不管咋样，以后睡前少喝点水，兴许就好了。多吃些，小心饿着。旺财，你哼哼什么？旺财，接住！接住！阁主，婉婉的修为为何总是止步不前？她天资不差，寻常瓶颈、寻常法子也试过了，却始终毫无钻进。她这不是瓶颈，是心境有缺，情窍未开圆满。可她这心窍天生便蒙着一层雾，喜不知喜，爱不知爱。纵使天资再好，终究修炼无成。可有法子？情窍这东西，靠打靠磨都没用，唯有亲身历一场情劫，跌撞明白了情字为何物，心窍才能真正打开。她待人待物那般热络鲜活，却原来从未真正喜欢过什么。这场情劫，历劫之人心境未开，寻常凡人便难当此重任，须得寻一个真正懂他护他之人，全程相伴，方能引他心窍渐明。此人可否是我？若能让你真正懂得什么是喜欢，便是让你知道了真相后厌弃我，我也甘愿。相公，看什么书这么认真？也来陪我和旺财玩会儿呀？马上来。好无聊啊！莫九阳怎么这么多事务要处理，连旺财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哟，忘锁了。这味道好熟悉的味道，感觉在什么地方闻过一样，到底是哪里呢？这么好看，肯定好吃。哇，这糖丸味道怪怪的，但挺好吃。婉婉，这是……我都吃了，来不及了。以后这东西别乱吃。这不是很好吃吗？你自己藏起来不告诉我，还不许我吃了。这药性子烈，寻常人吃了身子受不住。可我觉得挺舒坦的，浑身都暖暖的，没有哪里不舒服。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，我给你做点别的，好吃又不伤身。好吧好吧，不过相公，你这柜子里到底还藏了多少好东西？改天都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好，都给你看。相公，成亲这几天光在府里待着，我都快闷出病了。今天带我出去转转。好，带你去。今日风大，穿后鞋。相公，我要吃那个。就是这个味儿。
你装装吧。没事没事，就是吓了一跳。这个真好看，不过包起来。相公，你也不问问多少钱？合适就好，钱不打紧。二位客官，喝点什么2碗清茶。好嘞，二位坐着，这就来。二位慢用，茶刚冲好，烫着呢，小心些。这个，先喝这碗，凉些。相公，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走到哪儿能有人陪着就已经很知足了？是。哎，你看那边卖糖人的，我还没吃过糖人呢。旺财，干嘛呢？摆这个臭脸。哎呀，昨天没带你去逛街，生气啦？行，是我不对，昨天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。这样吧，今天我去河边买鱼，带你一起去，怎么样？哟，尾巴都摇起来了，还装什么生气？这才对嘛！走了，带你去河边挑鱼，给相公做个惊喜，晚上也给相公展示一下我的厨艺。婉婉，相公，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哪里疼？没有，就是吓着了。我以为要失去你。旺财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都是我不好，说要带你出来。回去，我给你们都仔细看看。这是夫人怎么了？快传大夫，再让人准备安神药。夫人，这汤药趁热喝了，能安神定惊，睡一觉就好了。相公，旺财他已经让人送去请最好的兽医了，你别担心，先好好歇着。这伤口不算太深，好好养着，过几日就能活动了。今日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若你有个万一，我这修为，这将军的皮囊都是废物，一样都护不住。以后我得看得更紧些才是。哎呦，这次比上回还狠。怎么了？相公，我这浑身跟被人拿绳子勒过似的，腰都直不起来了。许是昨日受了惊吓，又睡得不安稳，压着自己了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我最近吃太多相公做的饭了，肉长得快，压得自己骨头都疼。或许如此。看来我得少吃点了，不然这么下去，以后走路都要打晃。相公，你说我是不是该少吃点肉了？娘子这样正好，不必刻意节食。那我还是多吃点吧，反正也不差这一口。旺财，你伤还没好，多吃点补补身子。相公，外头这是怎么了？这么热闹？再过几日便是中秋，乡上素来热闹，家家户户都要张灯结彩的庆贺一番。中秋那不是要赏月吃月饼吗？相公，我们也去凑凑热闹。好，都依你。后山那边视野好，月亮圆的时候肯定特别漂亮，咱们去那儿吧。旺财，旺财，快过来！旺财，中秋那天也带你去看月亮，好不好？你养伤这些天也闷坏了吧？正好带你出去透透气，也算是谢谢你那天护着我。后山夜里人少平静，月色又亮，若是一时不慎暴露，后山夜里凉，到时候多带件披风。知道啦，知道啦，月饼肯定要带，还要带上你做的那个糖油果子，再带点热茶。哎，相公，你说到时候月亮能有多圆？会不会比旺财的肚子还圆？到时候旺财一定要跟着，他最爱看月亮了。
婉婉，今日我恐怕不能陪你去后山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府里临时有桩要紧事务，须得我亲自去处理，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。你先带往常去，我处理完了便去寻你们。没事没事，我带旺财先去占个好位置，你忙完了记得来找我们。好，你路上小心些。今夜月圆，我体内蛇修的本源之力将会不受控制的涌动，若不寻个平静处谢绝人形调息，硬撑着维持法术，只怕修为会受损。可这事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婉婉知晓。相公也真是，这么好的日子还要忙公务，等他来了，我可要好好教育他。再撑一撑，不，还不到时候。法意送。好无聊啊，相公怎么还不来？这月亮这么圆，要是能站得更高点看，肯定更漂亮。好大的巫术，正好能爬上后院一处屋景，在那里赏月一定很美。旺财，走，咱们换个地方看月亮。相公，婉婉，婉婉，你没事吧？你别碰我！婉婉，我不是，我从未想过要伤害你。腰酸背痛，原来不是床不好，而是被尾巴缠了一整晚。他是不是每天在测量我的身高，准备把我养肥了吃掉？走，咱们不能在这儿待了。婉婉，你别过来！好。往南边走，去江南，越远越好。不能停，再往前走走。旺财，咱们先在这儿歇一晚。我这是嫁了个什么样的相公？明明待我极好，却又要隐瞒我，你该让我信哪个样子的你？是不是每天缠着我，就是在等着把我养肥了吃掉？你若是怕，我便不近你身。不能这么慌，得赶紧找个地方安顿下来。这应该就是江南了吧？姑娘，可算是到了，前头再走小半日就是香上镇了，那儿热闹得很。哇，这地方真不错，盘缠已经花得差不多了，得赶紧找个落脚的地方，再想办法谋个生计。只要你安好，我便心安。客栈2钱1晚，绣坊招绣工，茶楼招小厮。绣坊吧，好歹是个手艺活，饿不着咱俩。这味道，老板，这方子里的白术茯苓比例不对，该减半才是，不然药性太燥，病人吃了反倒伤脾。姑娘，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医理？说的这般在行。哦，以前家里长辈懂点医术，多少学了些。姑娘既然懂医理，不妨也帮老夫瞧瞧这几张方子。老夫瞧着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却又说不上来。老板，这张方子里黄栀和白芷的用量重复算进去了，加起来足足超了30%。寻常人吃了倒还好，若是体弱的老人孩子这般燥性，反倒要伤了阴司。哎呀，还真是，难怪前几日那位老丈吃了直说口干舌燥，原来是这个缘故。姑娘再瞧瞧这个，这是治咳疾的，吃了小半月愣是不见效。这方子倒不算错，只是少了一味化痰的药引，单靠这几味镇咳，治标不治本，咳疾自然拖着不好。该加2片陈皮，再添一味桔梗，才能真正把痰化开。这最后一张是给一位常年腰腿疼的老主助配的，老夫翻来覆去改了3、4遍，愣是拿不准。这是寒湿入骨，
该用温阳散寒的方子。老板这方子里补肾的药倒是不少，却少了驱寒的引子，补而不通，反倒堆着不化，难怪总不见好。加一味肉桂，再配上艾草泡足，内外兼治才是正理。姑娘这份本事，搁在寻常郎中里也是拔尖的，怎的还流落在外？老板，我瞧着这乡上镇挺热闹的，不知这附近可有什么现成的铺子要转手？我想着也许能开个小医院，给自己谋条生计。姑娘要是真想开医馆，倒还真有个巧事儿。乡东头有间医馆，原本的郎中前些日子告老还乡了，那铺子现在正闲着没人接手，价钱压得很低。姑娘若是有意，我倒能引荐一二。这地方不错，位置也算清静，正适合。听老李说，有位姑娘想租铺子，姑娘恕老夫直言，开医馆可不是件小事，得有真本事，撑得住场面才行，不然砸了自己的招牌不说，也砸了老夫这铺子的名声啊！陈老板，你这可就小瞧人了，这姑娘医理精通的很。方才我那3张改了好几遍都拿不准的方子，她一眼就瞧出了门道。子补脂用重了，化痰的药引少了，驱寒的引子没配对，条条都说得头头是道，比我这开了半辈子药铺的还在行。行，既然老李都这般说了，那我便将这间铺子租你。旺财，是不是我这招牌不够响，没人敢来啊？郎中，求您救救我娘！前头几个大夫都瞧过了，都说治不了，眼看着人一天比一天差，再这样下去，这不是寻常的虚症，是体内郁结已久，寻常的补药只会适得其反，越补越堵。别的大夫都说是气血两虚，该用补药调理。姑娘，你这说法，先用这方子疏通郁疾，3日后再看情形。若我说的不对，分文不取。姑娘真是神了！我娘这几日精神好了不少，饭也吃得下了。先前那几个大夫瞧了半月，都没这效果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娘这病还得再调理些日子，按我说的方子接着吃就是。你听说了吗？乡东头新开的那间回春堂来了个郎中，愣是把老周家那位缠绵病榻半月的老爷子给治好了。郎中有多大本事？别是蒙人的吧？我跟你说，那老爷子几个大夫都瞧过了，都说没法子，偏偏他3日就见了效，这可不是我瞎编的。听说这姑娘瞧病准得跟神仙似的，我这老寒腿都疼了3年了，今儿也来试试。可不是嘛，我家那小子咳嗽了半个月，别处都瞧不好，就指着这儿了。张口，我瞧瞧舌苔。是湿热困脾，这几日少吃些油腻，按方子吃药，3日便能好转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。下一个哟，这小狗倒是精神，比人还会招呼客人。苏姑娘，尝尝我今早现做的，比乡上别家的都嫩。婆婆，这药您拿着，不用给钱，就当谢您这豆腐了。哪能总让你吃亏？姑娘这心也太软了。苏姑娘，自打你这医馆开了，咱乡上乡东头可热闹不少。以前谁头疼脑热的，还得跑老远去乡西头瞧病，现在方便多了。周伯，您这话说的，倒叫我怪不好意思的。该说的，你这份手艺搁在这儿，是咱街坊的福气。苏姑娘，你这几日忙得脚不沾地，也该歇一歇了。走，跟我们去河边纳凉。就是，再这么继续干下去，人都要瘦了。旺财，接住！他尾巴都湿透了。苏姑娘，我瞧你一个人操持着医馆也怪不容易的，有没有想过寻个人照应着？我娘家那边有个侄儿，人老实肯干，在湘西头帮人跑船，前些日子还问起你呢，不如我给你俩牵个线。张婆婆这可是一片好意，苏姑娘要不见一见也不打紧。婆婆，这份心意我心领了，只是我如今这医馆才刚站稳脚跟，实在没那个心思想这些。不知道他如今怎样了？行行行，不提这个了，苏姑娘不急，慢慢来。一个外来的黄毛丫头，也不知从哪儿学了几手花架子，倒把咱济世堂的老主顾都抢去了。师傅，要不咱去瞧瞧，看他到底有几分真本事？哼！听闻回春堂新来了位神医，老夫倒要见识见识。孙郎中若是身体有恙，不妨也让我瞧瞧。姑娘既然医术了得，不妨评评这张方子，若能说出个所以然，老夫从此对你心服口服；若说不出来，还是趁早收了这医馆，免得误人性命。这方子表面看着正常，却暗藏着2味相冲相克的药材。寻常郎中若是照方抓药，轻则无效，重则伤身，分明是故意设的圈套。
这方子表面是治风寒的，可这附子与犀角同用，一温一寒，药性相冲，寻常人吃了不但治不好风寒，反倒要伤了脾胃。孙郎中，这方子怕不是拿来考我的，是拿来试探我会不会照着抓药害人吧？胡说！老夫这方子不过是想考考你的真本事。孙郎中若真心为了病患，该拿真本事说话，而不是用这种法子为难旁人。医馆开在这乡上镇，大家伙图的是个安心，你我都是治病救人的，何必分个你我？苏姑娘说的对，医者仁心，这才是正理。孙郎中这下可丢了大脸了。唉，没想到还遇上这种事儿，幸好这方子里的破绽被我一眼看出来了。姑娘，这几日总觉得浑身没力气，还有点低热，吃了几日的药也不见好。婆婆，这是风寒余毒未清，按方子吃3日，应该就能好。苏姑娘，这药吃了不见效，反倒觉得更没力气了。这方子按理说该是对症的，怎会毫无效果？张婆婆，您再观察几日。奇怪，这方子往常都是药到病除的。苏姑娘，我这几日也不知怎的，浑身跟被抽了筋似的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周伯，您这些日子可有接触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或是去过什么人多的地方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照常在摊子上做生意。这不像是寻常的风寒。旺财，这镇上怕是要出事了，来看诊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这恐怕不是几个零星的病例，而可能是某种更大范围蔓延开来的隐患。希望只是我多虑了。再去多备些药材，这样下去，库房里的存货撑不了几日。苏姑娘，我娘这几日烧得越来越厉害，人都开始说胡话了，您再想想办法呀。脉象混乱失促，绝非寻常风寒能有的情形。大娘，您家里可有人最近觉得浑身乏力、发热的？我家老头子这2日也是这样，还当是累着了。这是时疫的征兆。若真是时疫，以这般蔓延的速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乡上镇怕是要有大麻烦了。不管是不是，我都不能眼看着他们受苦。听说了吗？西头那几家都病倒了，连大夫都不敢上门。这瘟病邪门的很，躲远点是正理。下一个，大叔，家里可还有人没瞧过？我先给您瞧瞧。苏姑娘这么忙还亲自上门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全乡上的人都要遭殃，不如把病人都送出乡去。那是要送他们去死吗？好歹也是一条命啊！大家静一静，把病人赶出去不是解决办法，只会让他们死得更快。而且时疫本就传染凶猛，与其驱赶，不如设法隔离救治才是正理。苏姑娘说的对，这些日子她救了咱们多少人，大伙儿该信她。染病较重的病患集中安置到这儿处理，轻症的则叮嘱在家隔离静养。撑住，一定要撑住。婉婉，你一个人撑得住吗？再撑一撑，药马上就好。苏姑娘，我夫君他还有救吗？别慌，他的脉象虽弱，但还算平稳。按我的方子好好用药，再撑几日就有转机。别靠近那户人家，沾上瘟气怎么办？姑娘，歇一会儿吧，身子熬不住的。再等等，这几个病患的方子还没配完。老张，您这烧退了。是吗？我这心里倒是觉着松快了些。娘，他喊我了，他喊我了！这几日昏昏沉沉的，总算是醒过来了。再撑一撑，药马上就好。苏姑娘，我夫君他还有救吗？别慌，他的脉象虽弱，但还算平稳。按我的方子好好用药，再撑几日就有转机。这附近应该就是了。这几味药配着你原本的方子用，应能压制住病势。这是谁送来的？这几味药恰好能解时疫的郁结毒热，配服如此精妙，竟像是专门备下的。我这脑袋好像不那么昏沉了。
这几味药真是救命的东西，我一定要好好谢谢送药材的那个人。恐怕这就是10亿源头污染之处。这一处解决了，病势蔓延的速度应能减缓不少。这人到底是谁？为何总不肯现身？字条、药材一样不落，倒像是特意在护着我。苏姑娘，我娘的热总算退了，多亏了您。没事，能好起来就好。没事，继续。苏姑娘，您这几日都没怎么合眼，再这样下去，身子怎么受得住？病人还等着呢，我这会儿哪能歇？我没事，别担心。怎么这么晕？还有好几户病患没走完。苏姑娘，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也染了病气？没事，周伯，就是这几日没睡好，歇会儿就好。旺财，我好像……苏姑娘，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这怎么这么烫？快来人啊！快先送回医馆，让人给他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脉象和疹子跟10亿病患的症状一模一样，苏姑娘她也染上了。这可怎么办？苏姑娘这些日子为了咱们熬得没了命似的，现在倒好，自己也病倒了。只有苏姑娘知道怎么样才能救她自己，这可咋办？婉婉，出事了！婉婉，她这病症发展的极快，需要立刻用药控制，劳烦几位让我来。这位到底是什么人？是我没能护住你，让你累到了这般地步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哪里还难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旺财那日冲来找我，把你出逃之后的一切都告诉我了。旺财，你这个小叛徒！婉婉，有些事我该早点跟你说清楚。我确实并非寻常人，这一身血脉来自蛇修一族。那日你在屋顶上看见的并非幻觉，我知道这样的身份寻常人难以接受，我也从未想过要瞒着你太久，只是一直没有勇气开口。那我每天早上醒来浑身酸痛，也是因为……是我夜里习惯用尾巴缠着你，并非有意惊扰，只是这样才能让我安心你的确在我身边。婉婉，我缠着你从来不是想要伤害你，更不是想要吃了你，我只是喜欢你。我知道你心里怕我，这些日子你的仓皇出逃我都看在眼里，我不愿再让你活在这份惊惧之中。若你愿意，我们和离吧。婉婉，我还有件事，不知该不该说。什么事？这一路追你来江南，我盘缠带的不多，前几日又不巧遇上了劫匪，身上的银钱被抢了个精光，如今我竟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我知道这般提议着实厚本，只是眼下我确实无处可去，不知可否容我在此借住几日，等安顿好了，我便自行离去，绝不打扰你。这倒也没什么，你先住下便是，总不能真让你流落街头。多谢婉婉，我一定不会白住，力所能及的事我都会帮着做。别多嘴。这样也好，起码能帮上忙。这位先生手脚可真利索，比我还熟练。我跟你一起去。那仔细着点儿，祠堂里病气重。谢了。多谢，不必客气。你倒是学得挺快。这些事用心便能学会。你这么快？你这方子跟前几日隔壁那位老丈开的相似，我记着了。苏姑娘，这位先生对你倒是尽心尽力，一看便知是极在意你的人。
你的身子还没大好，别太逞强。没事，病人等不起，我这条命还结实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能陪着你，不算辛苦。苏姑娘，苏姑娘，快来！我爹他不行了！快，把他的头偏向一侧，我要给他清理喉间。这个病患的病势发展的极为凶险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真的救不回来。没事，别慌。你受伤了？我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总算救回来了。一点小伤不足挂齿，你先歇着，我自己处理便是。坐下，坐好，让我看看。你怎么这么不管自己？万一伤得更重怎么办？比起我，你重要的多。这几日你还是少沾些重活，让伤口好好养着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伤口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多谢你昨夜费心。你这几日照顾病人的手艺倒是越来越像模像样了，不去考个大夫执照可惜了。若你愿意，我便一直跟着你学。其实那日你说要和离，我心里并不是真的想应下。你的意思是？这些日子看着你，我发现你待人也好，护人也好，那份心意骗不了人。至于你原本是什么身份，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。苏姑娘，新药方已经喂下去了，就是那个病情最重的老丈。已经过了大半个时辰了。再等等，药性起效总要些时候。退热了，他的脉象也稳了下来。苏姑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他。我们成功了。退热了，新方子起效果了，好几个病患都退热了。你说什么？新方子有效了？真的，我亲眼瞧着，好几个病患的热都退了。孩子他娘有救了，有救了！是真的吗？苏姑娘那方子真见效了？我方才也听说是真的，咱们香上镇总算是有救了。这方子按时按量用，情况若有反复，立刻来找我。我这身子总算是又活过来了。这几位也脱离危险了，再调养些日子就能彻底康复。辛苦你了，这些日子。老王，晚上过来喝茶，我给你留最好的位置。好嘞。总算熬过来了。都过去了。是啊，都过去了。该回去把医馆重新开张了。苏姑娘，您可还记得我？我丈夫便是当日食疫最严重时那个抽搐吐血险些没能救过来的病患。原来是莫九烟为我挡在滚烫药液的那一夜的病患家属。记得，您丈夫如今身子可还康健？他已经身体完全康复了。我也得感谢您身边的那位先生。我丈夫犯险的那晚，是他眼疾手快替您挡下了那碗滚烫的药汁。肩上的霜到现在想来都让人心疼。这乡上镇的人谁不念着您二位的好？尤其是这位先生，虽话不多，可这份实打实的心意，大伙儿都看在眼里。苏大夫，我瞧着这位先生待您也是一片真心。那晚的伤，当真没留下什么后患吧？早就好全了，不必担心。你这般待我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随口一提，去后院晾适才。这一路赶得急，总算能歇口气了。这位镖师一路走来，可有什么新鲜事儿？这几日路过后山那一带，听闻附近山中有猛兽下山伤人，官府正张贴告示，提醒大伙小心。猛兽下山，这几年都没听过这般事儿，怎么突然？听说是那猛兽被逼得没了食物，才敢往人多的地方来。前几日邻村的一个村子还伤了2个上山打柴的汉子，
如今那一带的村落，天一黑就没人敢出门了。这可不是小事儿，咱们乡上乡东头，离后山也不算远啊。是啊，这才刚从10亿里熬出来，可别又添别的灾祸。你听说了吗？后山那边闹猛兽了，好些村子都遭了灾。这可怎么好？我家那口子前几日还说要上山砍柴呢，得赶紧拦住他。这几日别乱跑，山里闹了猛兽，仔细着点儿。知道了，奶奶。这位老丈，你们这乡上那东头离后山不算太远，这几日还是仔细些为好。张婆婆家住的那么偏，那处地方紧邻后山，若是猛兽真的下山，首当其冲的便是他们。这消息她指定还不知道，我得去提醒她一声。这几日风声不好，不如我陪你一起去。快些走，天黑了不安全。小虎，小虎！婆婆，那是什么？抱歉，惊吓到大家了。辛苦你了，救了小虎和张婆婆一家。苏姑娘都不惧不避，想来这位先生也并非什么妖邪之物。这位先生，方才是您救了我孙子的命，不管您是什么身份，这份救命之恩，老婆婆记下了。你看你弄得这么脏，你不怕了？早就不怕了。你听说了吗？苏姑娘家那位先生竟是蛇修。这有什么？我瞧着他这些日子为咱们做的事儿，可比寻常人还实在的多。你们是不知道，当日我家老爷子病重，是先生冒着险从山里寻来的珍稀药材的，这才把命救回恩，我记一辈子。这世道，管他是人是蛇，能护着咱们乡上人的便是好人。周伯这话说的在理，先生这些日子的心意，咱们都看在眼里。是啊，人和蛇又怎样？实打实的好才是真的好。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夫君厉害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我现在要去湘西溪头复诊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好。苏姑娘和先生这般恩爱，真是让人羡慕。这些日子，苏姑娘和先生为咱们拼了命，咱们不能就这样干看着，总得有个表示才是。这话说得对，我看不如咱们凑个份子，办一场答谢宴，把这份心意实实在在的点出来。都仔细着点儿，今日可是给苏姑娘和先生的大日子。再往左边挂2个，这边空着不好看。这些日子苏姑娘可没少照顾我家孩子，这点心意不算什么。是啊，能有今天这份太平日子，全靠他们2位。这下总算是齐整了，就等着苏姑娘他们过来了。苏姑娘先生，多谢你们这些日子的救命！苏姑娘，老婆子这辈子能遇上你们2位，真是3生有幸。婆婆，这是我该做的，能帮到大家，我心里也高兴。可如今这些淳朴的乡上人，却用最真挚的方式接纳了他这份不同寻常的身份。先生，不管您是什么身份，这乡上乡东头永远欢迎您。多谢。这样的日子真好，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好日子。这月亮倒是让我想起了中秋那晚。往后的路，我想一直这样陪着你走。好啊。我说，你今天这般主动，倒是稀奇。以后我都会这样。又是一年中秋，这月亮倒是和那年一样圆。还记得吗？也是这样的月色。那一年，你从屋顶上看见了我的真身。记得，那时候我还抱着旺财，吓得连夜收拾包袱跑去了江南。从那一夜的仓皇，到10亿中的并肩，再到如今，我从未想过，我这般身份还能拥有这样圆满的日子。你从惊惧到接纳，再到如今这般坦然地站在我身边，这份心意我记在心里，一日都未曾敢忘。师尊，我也是。你怎么知道我是？你的记忆不是被清除了吗？从掀盖头那一刻起。那日你不是被旺财吓着了吗？后来我露脸，你也只当是……旺财那出乌龙确实把我吓了一跳，可等真正看清你的脸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，那分明就是我认了多年的师尊，只是我没敢说，怕一说破你就要转身跑了。腰酸背痛，
我心里门清是你的尾巴缠了我一整夜，你藏着的丹药，我一闭眼一闻就认出了那股熟悉的药香。还有你那些不敢碰凉水、不在正午出门的小习惯，我也一直看在眼里，只是没有说破。那你为何还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？为何要仓皇出逃？我太清楚你这份自卑压得你有多重，若是我当场戳破，你怕不是要吓得转身就跑，再也不敢面对我。所以我想着，不如陪你演这一场，让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敢开口说这句我爱你。那晚我看见你真身惊叫着跑，也不是真的怕，是想给你一个契机。若我不跑，你的这份心事怕是要藏一辈子。你为何要这般为我着想？因为我也喜欢你啊，师尊。喜欢一个人，自然要顾着他的心思。这一世能遇见你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啊！我磕的 CP 终于成真了！这些年我天天盼，天天等，就盼着这蛇修死心眼的臭小子能有这么一天。不枉我撒的那个谎。情窍未开这话也不算全撒谎嘛。那丫头是心思清明了些没错，可这不影响我顺水推舟一把不是？这下好了，这下总算是好了。